登记结婚那天，孟怡将我一个人丢在民政局，原因是她手下带的实习男秘书今天转正答辩，看不到她紧张，说不出话。恭喜2位，请在结婚申请到记表上填好你们的信息，最后签上字就可以制作结婚证了。好的，谢谢。8年了，今天我们终于要成为合法夫妻了。阿姨，该你了。签完字，这8年的长跑就算是圆满了。喂，小雨，怎么这个时候给我打电话？孟总，对不起，我知道您今天有私事，可是我实在不知道该找谁了。别着急，慢慢说，发生什么事了？我马上就要开始转正答辩了，可是我好紧张，我感觉自己快要窒息了。底下的评委眼神好可怕，我怕我搞砸了，怕给您丢脸。孟总，我该怎么办？小雨，你听我说，深呼吸，你就按照我们昨天晚上在办公室里演练的去讲。不用管评委的眼神，有我在，你不用怕任何人。可是您不在我身边，我心里真的没底。孟总，要是您能在台下看着我就好了，我只要看着您就什么都不怕了。您能来吗？如果不方便就算了，我不想因为我耽误了孟总的大事，我一个人也可以的，哪怕最后被淘汰。先喝口水，深呼吸，我马上就赶过去。真的吗？孟总，您真的愿意为了我赶过来，太谢谢您了。阿阳，我们明天再来盯进。江宇的转正答辩事关他的前途，他现在状态很不好，我必须得去公司一趟。明天再来，孟怡，你知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我们为了今天看了多少次黄历，选了多久的日子？不就是一个登记吗？哪天不能结？江宇现在很需要我，转正答辩是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我作为老板不能不管他。从江宇进公司到现在才3个月，你为了他推掉了我们的8周年纪念日，为了他大半夜抛下发烧的我跑去机场接机，现在连领证你都要为了他推迟。你能不能成熟一点？你是在跟一个实习生争风吃醋吗？我都说了明天再来。孟怡，如果你今天离开，我们就分手。随你便，我先回公司，等你冷静下来再联系我。爸，我同意和唐映雪结婚。你应该没有准备，但我觉得结婚还是需要仪式感。这是来的路上临时买的，要是不喜欢，改天我们去国外重新挑。不用了，谢谢，我很喜欢。是时候跟过去告别了。恭喜2位喜结连理，新婚快乐！我现在住盛景园1栋，密码2002629，你随时可以搬过来。我今天只请了半天假，晚上回去收拾东西，整理好就搬过去。哦，对了，还有这个，这是喜糖，可以分给同事。你要是不愿意就算。没有不愿意，你去上班吧，晚上我来接你。谢经理，5分钟后来我办公室一趟，汇报浅水湾项目进度。孟总，这是浅水湾项目的进度文件，您哪里不清楚？还在为早上的事儿生气？早上的事确实是我不对，等我出差回来，我们就去领证，正好这段时间筹备一下婚礼的事儿。早上还说明天，现在又变成了出差回来，你是不是觉得我就应该永远站在原地等你？谢一阳，我已经同意和你结婚，你还想怎么样？我不想怎么样，你放心，我已经结束。孟总，这是需要签字的文件。正好谢经理也在，你们交接一下浅水湾的项目。你说什么？交接？江宇明天转去业务部，浅水湾那个项目先给他练手。我辛辛苦苦熬了大半年才做出来的项目，你拿给他练手？这是公司的决定。谢一阳，别无理取闹。
准备一下，1个星期内完成交接。如果我就是不同意呢？要么交接项目，要么被辞退，你自己选一个。孟总，要是谢经理不愿意就算了，我再学别的。小雨，不用担心，答应你的事儿，我一定做到。辞职信我待会儿发到你邮箱。离职前我不会跟他交接，离职后项目和我没关系，你随意。谢经理，这是孟总批的离职申请，我还要陪孟总去瑞士出差，就先回去了。谢谢你的项目。我出差这几天，你把婚期定一下，我回来就公布。喂，你好，我考虑好了，帮我联系买家吧。等这套房子卖掉，我跟梦怡最后一点连接也就彻底断了。喂，谢一郎，你把我的微信和电话拉黑就算了，还把我所有的东西都寄到公司，你什么意思？字面意思。不就是一个项目，你至于这么矫情？难道为难一个刚出社会的男孩能让你有优越感？如果你连这点事儿都要斤斤计较，结婚的事我需要重新考虑。我已经辞职了，那个项目你想给谁就给谁，与我无关。还有，结婚的事你不用考虑了。你什么意思啊？孟总，我忘记拿浴巾了，能不能麻烦您帮我拿一下？我这边有点事，结婚的事等我回来再搞。听阿姨说你出去了，晚上几点回来？我在家等你一起吃晚饭。马上回家。照片是拍摄角度问题，江宇天杰年纪小，别乱传闲话，对他影响不好。居然忘记退群了，失策啊失策，委屈我的眼睛和耳朵了。以前别人造我的谣，你连句解释都不肯，现在换成他，你倒是生怕他受一点委屈。经核查，浅水湾项目原负责人谢一阳交接的数据存在严重疏漏，导致客户遭受千万损失，予以通报批评，保留追究赔偿责任的权利。对不起大家，是我太信任交接数据了，我应该自己再核对一遍的。数据我走之前核对过，绝不可能出错。梦怡、江宇，你们想让我背这千万的黑锅，想得美！喂，梦怡，你应该很清楚，我给江宇的项目数据根本没问题。谢一阳，江宇的事业刚起步，不能让这件事毁了他。不能毁了他，所以就牺牲我，将脏水泼到我身上，是吗？你马上就要离职了，这件事不会对你有任何影响。这事儿你确实受了委屈，等结婚后我会补偿你的，通告已经发了，闹大只会让你更难堪。补偿？我要的不是补偿，我要的是公平。你也别怪江宇，他还要待在这个圈子里，履历不能有污点。好，我明白了。既然你铁了心要护着他，那我们就法庭见。好的，我会按时入职的。再见。谢阳，你还要躲我到什么时候？喏，之前我送你那块手表不是坏了？这个给你，你这几天作也作了，闹也闹了，现在也差不多该消停了吧？不用了，我已经买了新的。谢一阳，你别再作了行不行？我已经放下身段哄你了，你一个大男人这么小气，
谢一阳，你不觉得丢人？算了，我今天不想跟你吵架，先上车，我们去领证，婚房就用我们现在住的房子。还有，你实在不喜欢江宇的话，以后就少去公司，专心在家当个家庭主妇，我养你。你爱和谁结婚就和谁结，跟我有什么关系？梦怡，我已经结婚了。你听懂了吗？不，这不可能！你说什么？你说什么？结婚？这不可能！谢一阳，你一定是骗我的，对不对？这戒指是你从地摊上买来糊弄我的吧？你为了气我，连这种谎都编得出来！梦怡，你发什么疯？放开我！我不放！我们在一起8年，整整8年，你那么爱我，怎么可能娶别人？你连我身边的男秘书都要吃醋，你怎么可能甘心去娶别人？梦怡，我已经不是以前那个谢一阳了，我结没结婚与你无关。谢一阳，我知道你一定还在因为浅水湾项目的数据事情生气，你觉得我偏袒了江宇，所以你故意戴个戒指气我，想逼我向你低头，对吗？我没有骗你，我也不是在气你，我真的……我不信，我绝对不信！你不是要登记吗？好，走吧。之前领证的时候我不该丢下你，那确实是我不对，我认错还不行吗？走啊，我们现在就去领证。放开梦怡！梦怡，你冷静一点，你现在做这些没有丝毫意义，放手！我让你上车，不就是一张结婚证吗？我现在就给你，以后我也不会再让你等了。谢一阳，你闹脾气也要有个限度。看着他这副理所当然，甚至带着施舍的模样，我心里只觉得可悲。他永远都是这样，只要他勾勾手，我就该像条狗一样摇着尾巴跑回去。梦怡，你还不明白吗？你根本不是爱我，你只是忍受不了失去一个完全受他掌控的玩具。走，我们去领证。王叔，开车去盛世豪庭。梦怡，你就算把我绑过去也没用。我说过了，我已经结婚了，就在你为了江宇的打保把我扔在民政局的那天。你闭嘴！谢一阳，你以为编这种谎话就能报复到我吗？我先送你回盛世豪园拿户口本，今天就算是绑，我也要把你绑到民政局去把证领了。梦怡，已经晚了，你还不肯认清现实吗？他甚至没有发现，他自己说话的声音都在发抖。那个在商场上杀伐果断、高高在上的孟氏女总裁，原来在面临脱轨的掌控时，也会这般慌乱不堪。等拿了户口本，领了证，你想要什么补偿我都可以给你，就算你想回公司当副总，我也答应你。不用去盛世豪庭了，那套房子我已经卖了。你说什么？你把房子卖了？对，卖了。里面的家具、情侣牙刷，我们一起捏的陶瓷娃娃，还有你留下来的所有衣服，我都当垃圾扔了或者寄给你了。不可能！你怎么敢？那是我们的家，我们在那个2居室住了整整5年，你怎么能说卖就卖？3天前就已经过户了，梦怡。那时候你应该正忙着陪江宇在瑞士看雪，听他在电话里跟你说忘了拿浴巾。我们在那套房子里度过的每一个日夜，曾是我最珍视的宝物。但我早就不再需要那些靠委屈自己换来的施舍了。没事的，没事的，不过是一套房子，卖了就卖了吧，大不了还能再买回来。不拿户口本了，王叔，不去盛世豪厅了，直接去民政局，现在系统联网，只要有身份证也能领证，快点开。是，孟总。民政局5点下班，现在才3点，还来得及，一定来得及的。我们今天就把证领了，谁也拦不住。你这又是何必呢？阿阳，我都安排好了，等领完证，我们就筹备婚礼。你不是一直喜欢马尔代夫吗？我们的婚礼就在马尔代夫办，
明天不，今晚我们就飞过去。阿阳，以后你不想去公司就不去，你想去哪儿我们就去哪儿，好不好？我都听你的。看着他这副自欺欺人、摇尾乞怜的模样，我的内心竟然没有丝毫波动，甚至连一点报复的快感都没有。8年啊，如果这些话他能早哪怕1个月说出口，我都会感动得一塌糊涂。阿阳，我知道这几年你委屈，为了我的事业受了很多苦，我发誓以后绝对不会再有江宇，也不会有任何人排在你的前面。梦怡，迟来的深情比草都贱。早在你为了江宇，在所有同事面前将脏水泼给我的时候，我们就没有以后了。我不听，你就是还在生我的气。我不信8年的感情你能说放下就放下。孟总，民政局到了。到此为止吧，别再自欺欺人了。别胡说，下车！阿阳，我们这就去登记。走啊，快下车，把你的身份证给我。梦怡，真的没必要进去，进去只会让你自己更难堪。少废话，给我。在一起8年，我很了解梦怡的性格，她是不撞深墙不回头的。不到最后一刻，亲眼看到那个结果，他是绝对不会死心的。你好，我们来登记结婚。2位户口本没带是吧？那这边用身份证查一下系统。这位女士，不好意思，你们这手续办不了。为什么办不了？是不是他户籍状态没更新？不是没更新，是这位先生他的身份不支持登记。经查询，他在系统里已经登记结过婚了，已婚状态怎么跟您再登记一次？不可能！你一定是搞错了，他怎么可能结婚？他爱了我8年！你再给我查一遍！这位女士，您冲我喊什么？这是国家的婚姻登记系统，能查错吗？他名下清清楚楚挂着合法妻子的名字呢。我说了，你查错了，你们系统出 bug 了。他这几天根本就没有离开过深市，他去哪儿结婚？梦怡，够了，事情我早就跟你说清楚了，别在这里丢人现眼了。丢人？谢一阳，你说我丢人？谢一阳，你是不是花钱买通了系统黑客？你为了气我，真的是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你以为这样我就会相信，就会被你骗了吗？你可不要质疑我们的专业性，你自己睁大眼睛看清楚，配偶来写的明明白白，妻子姓名唐映刷，这还能造假吗？配偶唐映雪？不可能！7月3号上午10点05分，怎么会是那个时候？那是我为了江宇的转正答辩，将他一个人扔在民政局大厅后的1个小时。唐映雪是谁？你一定是跟他们合起伙来骗我的，对不对？我们在一起8年，你怎么可能转身就去娶别人？梦怡，你觉得我有多大的能力，能让民政局的工作人员，甚至连国家系统都跟我一起合谋来骗你？不，这不可能！我们明明说好了的，你明明答应我的。等我出差回来，我们就去领证。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样做？说好？你和谁说好了？那只是你单方面的命令和索取，我从来没有说过。
我会永远站在原地等你。这8年，我等够了。站住！谢一阳，你不许走！谢一阳！你不许走！你现在立刻给那个叫唐映雪的女人打电话，把她给我喊过来，跟她离婚！你马上跟她离婚！我就当你是一时糊涂，是在跟我赌气。只要你现在跟她离婚，这件事我就当没发生过，听到没有？你是不是疯了？给我松手！别再胡搅蛮缠了，我们之间已经彻底结束了。谢一阳，你听清楚，你如果不跟他离，我一定会让他在申氏待不下去，我会动用孟氏所有的资源，让他身败名裂，绝不让他好过。哪来的疯女人在口出狂言？还不快点放开我老公！我唐映雪的男人，什么时候轮到你在这里大呼小叫？我再说一遍，放开我老公的手，立刻松开！啊！你干什么？你凭什么打人？光天化日，纠缠有妇之夫，你的教养呢？没事吧？我才离开多大一会儿，怎么就被疯狗咬了？疼不疼？没事，就是被抓了一下。你怎么来了？不是说在公司等我吗？别担心我。我查了定位，看你在这儿耽搁了这么久，怕你遇到什么麻烦，就过来接你。事实证明，我来的刚刚好。我跟他8年了，你算什么东西也敢来打我？谢一阳，你们在干什么？你在我面前跟别的女人卿卿我我，他到底是谁？你跟我说清楚。他是谁？梦怡，你还不明白吗？她是我名正言顺的合法妻子。看着梦怡那副极度发狂的样子，我觉得十分可笑。她陪着江宇在雪山看雪的时候，怎么没想过我的感受？如今我身边有了真正护着我的人，她反而受不了了。你刚才喊的那么大声，我都听见了。自我介绍一下，我就是你口中那个要被逼着离婚的唐映雪。好啊，你就是那个不要脸倒贴的女人。我警告你，识相，现在就去把婚离了。谢一阳是我的，你最好赶紧离他远点，听明白没有？孟小姐，首先，我跟我丈夫是合法领证、名正言顺的夫妻，我绝对不会跟我丈夫离婚。其次，你刚才说，如果我不离婚，就要让我在申氏待不下去，还要动用孟氏的资源让我身败名裂。没错，你既然知道孟氏，就该知道得罪我是什么下场。只要我一句话，申氏没有一家公司敢要你。是吗？那我还真是拭目以待了。不过，孟小姐，想让我在申氏待不下去，你或者说你们那个刚上市没几天的孟氏集团，恐怕还没有那个能力。你别得意，我跟谢阳在一起整整8年，陪他度过了最艰难的日子。你们才认识几天，他不过是在跟我赌气，利用你来报复我罢了。他根本就不爱你，他心里只有我。你识相的赶紧滚蛋！既然你这么自信，那我就告诉你，在一起8年都没有领证，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孟小姐，你根本就不适合结婚。你胡说八道什么？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评判我？你说他利用我，抱歉，能被我丈夫利用，那是我的荣幸。至于他爱不爱我，这是我们夫妻之间关起门来的私事，就不劳孟小姐一个外人跑到大庭广众之下来操心了。看着唐映雪毫不退让地挡在我面前，将梦怡的骄傲粉碎，我第一次体会到了被坚定选择的踏实感。原来好的爱情不是单方面的无限包容，而是双向的并肩作战。不过也是，孟小姐平时忙着关心你的实习男秘书，
忙着陪男秘书在瑞士看雪，还要操心男秘书的大小事，应该也没什么时间去操心别的事了吧？你闭嘴！你算个什么东西，也敢来教训我？我今天非得给你点颜色瞧看，让你知道惹我的下场！唐映雪，你这个贱人，给我去死吧！小心，快点躲开！我的腿！你们居然敢打我！打你，这叫正当防卫。既然孟小姐这么喜欢报警，那就如你所愿。像你这种疯女人，真以为没人治得了吗？报警，把她送去警局，别让她在这里继续丢人现眼了。放开我！你凭什么这么对我？我可是孟氏集团的总裁，你们这是非法拘禁，快点给我放手！孟总在大庭广众之下大吵大闹，扰乱该单位的正常工作秩序，寻衅滋事，这名头够你在里面蹲几天清醒清醒了。哎呀，谢姨呀，你快让他们放开我，别这样对我好不好？我知道错了，我这次真的知道错了，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行不行？我发誓，我保证以后一定会对你好。你不喜欢江宇，我明天不，我今天回去就立刻辞退他。我向你保证，我再也不见他了。只要你愿意回到我身边，马上跟这个女人去把婚给离了，我以后什么都听你的，绝不惹你生气。哎呀，你看看我，求你了。他以为用辞退江宇作为筹码，就能换回我8年的青春，可他忘了。我已经给过他无数次机会，是他自己亲手把我的心一点点摔碎的。事情都处理完了，我们回家，以后再也没人能打扰我们了。好，都听你的。有你在我身边，我们现在就一起回家。孟总，您受苦了，车已经备好了，公司那边一切暂时安稳。您先上车休息一下吧，这种地方实在不是您该待的，我们先回去再说。唐映雪，这3天在里面的账，我一定要跟他算清楚，我要让他100倍奉还。谢一阳呢？他这3天有没有找过我？他有没有问过我的情况？谢先生他并没有主动联系过公司，甚至连个电话都没有打过。不过，孟总，刚才法务部收到了一份加急快递。这是什么东西？赶紧给我看！是谢一良正式起诉我们公司侵犯他名誉权的起套书。他不知怎么弄到了浅水湾项目原始的数据备份，上面清楚记录了他交接时数据是完全正确的。孟总，谢一阳那边递交的证据太确凿了，对我们非常不利。法务部建议最好是私下和解，如果真的打起官司，公司声誉会受重创。想让我同意跟他们和解，他简直就是在做梦。真以为随便发一份起诉书过来，我就会被他吓到乖乖妥协认输吗？这种手段，这也太可笑了。孟总，这绝对不行啊！如果这案子真的去打官司，我们必输无疑。到时候如果法庭判决公司公开放报道歉，这对孟氏刚上市的声誉打击实在太大了。少废话，去告诉法务部准备应诉。如果不打官司，他绝对不会露面见我。应诉是目前唯一能逼他在法庭上跟我当面对着的办法。只要能见到他，我就有十足的把握让他回心转意。还有，立刻去给我查，必须查清楚那个叫唐映雪的女人的底细。不管用什么手段，
都要把他的情况摸透，一点细节都不许言漏。能让我吃这么大的亏，甚至连想出来都要大费功夫，这女人的身份绝对不简单。我要知道她到底有什么通天的背景，敢抢我梦怡的男人。孟总，您总算回来了。谢经理告公司的事情，现在全公司上下都知道了。这2天，大家都在背后对我指指点点，我真是没脸见人了。看你这副委屈的样子，我以前总觉得你处处碰壁却不肯服输的样子，像极了当年陪我一起创业的谢一阳，所以我才对你处处照顾。可是今天，看着这副只会哭哭啼啼的模样，我突然觉得你们也并不像。孟总，我知道我笨，给您添了很多麻烦。如果不是我，谢经理也不会这么生气。您是不是讨厌我了？要是嫌弃我，我就……谢一阳当年被客户刁难大骂1个多小时，他红着眼都没掉过一滴泪，只是一个人扛下了所有的委屈。而你呢，只会装脆弱博同情，原来其实一点都不像。孟总，当时谢经理给我的资料我真的来不及看，客户要的数据又太多太急，我一慌神才会不小心弄错的。我保证以后绝对不会再犯了，求您给我一次弥补的机会吧。谢一阳也会犯错，但他犯错后会直面自己的失误去弥补，承担所有的后果。而你江宇，出了大错，你第一反应是甩锅给交接的谢一阳，让别人为你的愚蠢和过失买单。我竟然为了这么一个心机深重的废物，弄丢了爱我8年的人。那天在瑞士，我借你的手机给谢一翔打电话，你突然在旁边喊浴巾忘带了，你是故意的吧？不是的，孟总，我不是故意的，我当时真的只是没找到浴巾，您一定要相信我，我怎么敢在您面前耍这种心机？这绝对是个误会。你还要装到什么时候？真以为我看不出你这点上不得台面的小手脚？事到如今你还敢满嘴谎言？真当我是可以任你糊弄的傻子吗？想到就是因为这个绿茶男的一句话，导致谢一阳彻底绝望，甚至转身和别人结了婚，我心里的怒火和悔恨就再也压抑不住了。你口口声声说别人在背后议论你，你连个最基础的数据都结对不好，给公司捅了这么大的篓子，难道不该被议论吗？这点委屈都受不了，你还能干什么？什么？孟总，您怎么能这么说我？以前您明明说不管我犯什么错，您都会原谅我的，难道您现在也嫌弃我了吗？你听不懂人话吗？我问你，自己做错了事，难道还要我继续替你兜底吗？你真以为孟氏集团是你过家家的地方吗？马上给我滚出去！你还有脸问我为什么？浅水湾那么重要的项目，谢一阳走之前连夜把数据核对的清清楚楚，交接单上写的明明白白，你哪怕长了眼睛，都不会给公司捅出上千万的窟窿。孟总，我真的是冤枉的，我一个刚转正的新人，谢经理突然甩手不干了，那么多繁杂的数据，我怎么可能在1天之内全理清楚？客户催得又紧，我只能硬着头皮发过去。我这真的是为了公司赶进度啊！为了公司好，出了事你在大群里阴阳怪气的甩锅，装可怜，让全公司的人去骂一个替公司卖命了8年的老员工，这就是你说的为了公司好？你不仅蠢，而且恶毒，我真是瞎了眼。孟总，是您说要护着我的，是您说我事业刚起步不能有污点，我以为您是懂我的，您怎么能现在全怪到我头上？您不能这样对我啊！闭嘴！如果不是你天天在我面前装柔弱，如果不是你在那个节骨眼上故意喊那句浴巾，谢一阳根本不会对我彻底死心，他不会跟我分手，更不会转头去娶别的女人。你这个废物，毁了我的一切！啊！孟总，滚！立刻滚！
拿着你的东西给我滚出公司！我一眼都不想再看到你，马上给我消失，别再出现在我面前！孟总，您消消气。江宇那边刚才跑出去的时候一直在哭，需不需要我去处理一下？马上让他办离职，1分钱补偿金都不许给，立刻让他给我滚出绅士的行业圈！是，我马上去办。另外，孟总，关于谢一阳起诉我们的案子，法务部那边压力真的很大，他提交的证据链太完整了，公章、签字、邮件往来一应俱全。如果硬打，我们100%败诉。败诉就败诉，只要能逼他出庭，只要能让我当面见到他，输个官司算什么？我就算是搭上整个孟氏，也要让他来见我。可是孟总，这会影响公司的声誉和刚上市的股价呀。股价，孟氏集团能有今天，有一半是他谢一象的功劳。没有他，这个公司就是个没有灵魂的空壳。我现在还在乎什么股价吗？这支钢笔是他当年花了所有的积蓄买给我的。他说每次签字的时候，都像是他在旁边陪着我。这么多年我都留着他，我居然为了江宇那种人，弄丢了对我最好的人。孟总，您这是何苦呢？既然错过了，不如就放下吧，给自己留点体面。公司里还有很多事情等着您去处理。不可能！我绝对不会放弃8年的感情，我就算死缠烂打，也一定要把谢一浩从那个唐一雪身边抢回来。去准备车，半个月后的开庭，我要亲自去。映雪，今天又麻烦你陪我跑一趟了。其实这半个月我一直在忙着找新工作，律师那边也都是你在帮忙垫接，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真的辛苦你了。我们都已经领证结婚半个月了，你还跟我这么见外？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而且对付孟氏集团那种不讲理的公司，就得用最专业的律师团队，一次性把他们打疼。我只是没想到，孟一居然头铁到拒绝庭外和解，非要把事情闹到法庭上，这对孟氏刚上市的声誉，绝对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这真的是疯了吧？他拒绝和解，根本不是为了公司的利益，他只是算准了，如果私下和解，全权委托律师，你绝对不会出面见他。他这是在拿整个公司的前途作为筹码，逼你现身呢。逼我现身，他以为在法庭上见到我，我就会心软撤诉吗？他太高估他在我心里的位置了。我早就对他彻底死心，不可能再回头了。既然他想见，那今天我们就光明正大的去见。老公，你记住，今天在法庭上，你不需要留任何情面，该拿回来的清白和公道，我唐映雪一定帮你争到底。谁敢欺负你，我就让谁付出代价。不管孟氏集团有多大的背景，我也绝不允许他们往你身上泼半点脏水。你只要安心做你自己就好。阿阳，你终于肯见我了。这半个月我给你打了无数个电话，你换了号码，我怎么都找不到你。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想你？我快疯了。孟总，请注意你的称呼，这里是法院，我们现在只有原告和被告的关系。我不认为我们之间还有什么其他需要私下交流的必要。阿阳，你非要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吗？我已经把江宇辞退了，我让他滚出了绅士，他以后再也不会出现在我们面前了。盛世豪庭的房子我也花高价买回来了，里面的东西我一件一件全凭记忆重新买好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们回到以前好吗？你买回来那是你的事，你辞退谁也是你的事，跟我有什么关系？不管你做什么，我们早就已经没有任何瓜葛，别再白费力气。怎么没关系？那是我们的家呀！你原谅我这一次行不行？孟小姐，这里是法院，不是你撒泼打滚求复合的菜市场。
麻烦你自重。你闭嘴！这是我跟谢一煌之间的事情，轮不到你一个外人插嘴。外人？我是他的合法妻子，而你只是一个马上要在法庭上我丈夫公开道歉的败诉者。孟小姐还是留点力气在庭上狡辩吧。审判长，我方提交的证据一是原告谢逸阳离职当天的完整交接邮件，以及浅水湾项目的数据云端备份，上面清晰显示原告移交的数据准确率高达100%。审判长，我方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公司发布通报只是因为内部管理流程出现了一点小的误会，并非故意针对原告谢一航，我方绝对没有主观上的恶意栽赃。误会。被告在未做任何严谨核查的情况下，直接在全公司群发布公开文件通报批评，甚至在外部行业群里也散播了对原告不利的言论。这种行为性质极其恶劣。原告方已经做出了详尽的陈述与指控，根据法定程序，现在由被告本人进行最后的补充说明。被告法定代表人孟怡，你有什么要辩护的吗？请直接针对案件事实发言。阿阳，我承认通报的事情确实是我冲动了，我可以在全公司面前向你道歉，但你能不能别把事情做得这么绝？你真的要让我在法庭上身败名裂吗？求求你了。被告，请端正你的态度，针对案件事实进行陈述，不要谈论与本案无关的私人感情。这里是庄严的法庭，如果你继续发表与案件无关的言论，本庭将依法制止你。综上所述，被告孟氏集团在未查明事实的情况下公开发布不实通报，严重侵犯了原告谢一阳的名誉权，给原告造成了不可挽回的职业声誉损失。本庭现在宣判被告孟氏集团败诉，判令被告于判决生效之起3日内，在孟氏集团官方网站及公司全员群内公开发布向原告谢一航的道歉声明，澄清事实，消除恶劣影响。同时，判被告赔偿原告精神损害费及名誉损失费共计人民币5000元。如对本判决有异议，可在15日内提起上诉。现在宣布退庭。阿阳，你听见了吗？法官判我赔你5000块钱，我给你5万、50万、500万都可以，只要你愿意理我，哪怕你要我整个孟氏集团都可以。孟总，我要的从来就不是钱，而是属于我的清白。现在清白我拿回来了，我们之间彻底两清了，不要再白费心机做这些无聊的戏码了。两清？不可能！8年的感情，你陪我吃过那么多苦，熬过那么多夜，怎么可能一张判决书就两清？我不接受这个结果，我死都不会跟你两清的！接不接受那是你的事儿，麻烦孟总记得按时发布道歉声明，否则我不介意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别逼我把事情做得太绝，到此为止吧。老公，恭喜你，终于洗清了冤屈，感觉怎么样？感觉就像卸下了一块压在心头的大石头，不仅是洗清了冤屈，更是彻底告别了过去那个自己。我订了绅士最好的餐厅，庆祝你重获新生。孟总，不好了，出大事了！我刚刚突然查清楚了那个唐一雪的真实背景。查清楚了又怎么样？不就是家里有点臭钱，雇得起几个保镖吗？难道他还能在绅士说一不绕，执掌生杀不成？孟总，他不是有点钱那么简单啊，他是绅士龙头企业唐氏集团的现任执行总裁。你说什么？唐氏集团？那个把控了绅士一半经济命脉，随便动动手爪就能引发行业地震的唐氏？对，就是那个唐氏。唐氏的体量是我们孟氏的10倍以上。他要是想捏死我们公司，真的比捏死一只蚂蚁还容易。孟总，我们这次是真的惹错人了。怎么会这样？难怪他上次能把我带走处置，连律师都束手无策，甚至连保释都不允许。难怪他敢当众打我的脸，
身边随时跟着那么多顶级的职业保镖，他竟然是唐氏的总裁。孟总，法务部那边建议我们赶紧按照法院的判决执行，立刻发道歉声明，而且千万不要再去招惹谢先生了，万一惹怒了唐映雪，唐氏随便动用点商业手段，我们的合作商就会全部跑光，公司就彻底完了。让我放弃谢一良，绝不可能。孟总，您清醒一点吧，现在已经不是争风吃醋的感情问题了，这是关乎孟氏集团生死存亡的大事啊！你给我闭嘴！谢一阳爱了我8年，他的心软我比谁都清楚。唐映雪再有钱又怎么样？只要我低头认错。只要我装得足够可怜，谢一阳一定会原谅我的。可是孟总，谢先生刚才在法庭上的态度你也看到了，他根本就不想理您，他连看都不想多看您一眼啊。那是因为他还在气头上，他肯定是被唐艺昕那个女人的权力逼着，才对我那么冷漠的。不行，我不能就这么放他走，我必须单独跟他谈谈。只要没有唐映雪在旁边碍事，他一定会回到我身边的。谢一阳，你给我站住！孟小姐，你还有完没完了？法院的判决书还没拿够，想再收一张骚扰的律师函吗？唐映雪，你少在这里狐假虎威！你别以为你是唐氏集团的总裁就可以为所欲为。谢一翔根本就不知道你的真实身份，你一直在骗他，你不过是在玩弄他。他是唐氏集团总裁这件事，我早就知道，不需要你在这里挑拨离间。你知道？你既然知道他身份这么高，你怎么可能毫无心理负担的跟他结婚？谢一阳，你一定是被他包养了，对不对？你是有骨气的人，当年跟着我吃泡面都不含苦，你怎么能为了钱去吃软饭？听到这句话，我只觉得无比荒谬。在他的世界里，感情永远都是可以用价值和地位来衡量的。他自己为了利益可以牺牲我，就以为我也会为了利益去攀附别人。梦怡，你的脑子里除了钱和算计，到底还剩下什么？我跟妍妍是合法夫妻，我们之间的感情不需要向你这个外人汇报。听清楚了吗？我老公不需要你的廉价同情，更不需要你的指手画脚。保镖，拦住他，别让他再靠近，脏了我老公的眼睛。不！海洋，你不能这么对我。这半个月我天天都在反省，我真的认清了，我爱的人是你，我不能没有你啊。梦怡，给自己留最后一点体面吧。法庭也上了，判决也下了，我们之间已经什么都不剩了。怎么会什么都不剩？我们有8年的回忆啊！你忘了当初创业的时候，我们为了省钱吃一碗泡面吗？你忘了你拿全部积蓄给我买的那支钢笔吗？我还留着，我一直都留着。过去的谢一阳已经死了，被你亲手扼杀在一次又一次的敷衍和背叛里。现在站在你面前的是唐映雪的丈夫。哎呀，我把孟氏集团1半的股份都转给你，我什么都给你。孟小姐，你的公司马上就要被我唐氏收购了，那1半的废纸股份，你还是留着给自己垫棺材底吧。老公，你要是不想理他，我们现在就离开。
阿阳，我想跟你谈谈。阿阳，我想跟你谈谈。谈谈？梦怡，你觉得我们之间还有什么可谈的？谈谈我们的过去，哪怕就10分钟。阿阳，我知道这半个月来，你一定是故意冷落我，想让我体会你当初的绝望。现在我体会到了，我真的痛不欲生。只要你愿意跟我谈，你要我怎么赎罪都可以。赎罪？梦怡，你到现在还觉得我是在跟你赌气吗？你错了。当你把我留在民政局，跑去陪江宇的那一刻起，你在我心里就已经死了。活人是不需要死人来赎罪的。不，你骗我！如果你心里没我，你为什么还要留着我以前送你的那块表？孟小姐，你可能误会了，那块表早在你让他滚上车的那天被摔得粉碎，进了垃圾桶。他现在戴的表是我去瑞士为他定制的。梦怡，别再来恶心我了，这是我最后一次对你说话。真可笑！下午，孟氏集团终于用官方账号发了道歉声明，还了我的清白。不仅道歉了，声明里还指名道姓，把所有责任都推给了那个叫江宇的实习生。是啊，当初在公司发通报批评我的时候，孟怡口口声声护着江宇，说他事业刚起步，不能被这件事毁了。如今大难临头，他倒是不在意江宇的死活了，毫不犹豫的就把他推出来当了替罪羊。这种自私自利的女人，最爱的永远只有她自己。你的那些前同事们呢？平时不是挺会落井下石的吗？见风使舵罢了。当初在公司群里跟风骂我的人，现在全在给我道歉。还有几个墙头草，特意把江宇在群里被指着鼻子痛骂的截图发给我看。当初江宇装可怜，引导别人误会我，如今这回旋棒结结实实的扎回了他自己身上。你要回复他们吗？没必要了，我全删了。过去的人和事，从此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孟氏集团当初是你陪他一起熬了无数个通宵才创立起来的，如今落成这个烂摊子，你有没有兴趣把它抢过来自己管理？算了，我对管理那个乌烟瘴气的公司没有任何兴趣，那里面全是我这辈子最恶心的回忆。既然你不要，那孟氏集团也就没有继续存在于身世的必要了。阿阳，你让我见见阿阳！唐映雪疯了，他放出消息封杀了我们，合作商全跑了，孟氏已经破产了。阿阳，你帮我求求情好不好？退后，唐总吩咐过，任何人不得靠近谢先生，特别是你，滚远点。谢经理正式升业务部经理，老板您这个月业绩又是第1呢。对了，您听说了吗？申氏商界出了2个大瓜。什么大瓜？那个刚破产被收购的孟氏集团原总裁孟怡，听说一蹶不振，天天酗酒。前2天酒后在街边发疯，跟人起冲突，直接被人打断了一条腿，以后只能是个瘸子，彻底销声匿迹了。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还有更扯的，那个把孟氏搞垮的实习生，在申氏混不下去，逃去外地，结果故技重施去勾引女老板，被人家正牌老公当场撞见，相关画面发到网上，被网友纷纷嘲讽。神秘。不仅如此，听说有个因为老婆卷钱跟情人跑路，精神受了刺激的男人，他还在玩这一套。在街上认出了视频里的江宇，那男人直接把他扭送到了警局，结果一查，他竟然还涉嫌多起案件，这下半辈子算是彻底进去了。听到这些，我的内心竟毫无波澜。那些企图用谎言和背叛踩着别人上位的人，最终都坠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好了，外人的事当个故事听就行了。去通知大家开会，跟进咱们手头的新项目。
这是我上个月随口提过一次的那个牌子的墨镜，绅士根本没货，你从哪弄来的？托朋友从国外专门带回来的，庆祝我们家谢经理今天正式升职加薪。谢谢，我很喜欢。跟我还这么客气干什么？你在新公司凭自己的本事站稳了脚跟，这是你应得的奖励。映雪，我说的谢谢，不仅仅是因为礼物，谢谢你在我最绝望、最狼狈的时候，稳稳地接住了我。谢谢你对我这份无微不至的用心，更谢谢你毫不犹豫地来到我身边，给了我一个真正的家。傻瓜，往后余生我都陪你一起走。从此，过去的背叛与伤害皆如云烟消散，而我牵着我最爱的人，在这春暖花开的日子里勇敢向前。